李道酒后冒犯了公主，被发配至边塞死囚营。结果他意外觉醒了杀敌报属性系统，从此杀人便可无限变强。至此，大前少了一个纨绔伯爵，多了一个屠戮无数的人熊。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尤其是沈三等人，他们没想到李道居然会施展如此阴险的手段对付小疯子。李道终于在感觉差不多后停了下来，松开了小疯子，让他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目瞪口呆地望着前方，仿佛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在向他招手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小疯子才渐渐回过神来，眼中的疯狂再次涌现。然而当他看到李道时，疯狂之意顿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惊慌失措。他连滚带爬地躲到角落，生怕再次受到李道的伤害。沈三对李道的手段赞叹不已，而魏云也对此感到惊奇和佩服。接下来他们转向面前的大个子小巨人。沈三觉得这个大个子不好对付，但又希望李道能够出手解决。李道冷眼看了一眼沈三，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尝试与小巨人交涉。就在他们准备好对付小巨人时，小巨人突然动了，表示愿意听从李道的命令。沈三大声表示支持，但对于李道与小巨人比力气，他感到担忧。魏云则对这场比拼充满了兴趣。比赛开始，两人用力相争，李道感受到了小巨人恐怖的力量，但他并不轻易示弱。尽管10倍于常人的体魄，但小巨人的力量也不容小觑。两人的手在半空中僵持，场面紧张刺激。他们的力量渐渐转移到了石桌上，导致石桌颤动不已，最终裂开，碎石四溅。沈三等人不知如何判定胜负，但小巨人主动承认李道的厉害，随后离开。沈三满意的认为这意味着5人达成共识。过了一炷香的时间，5人坐在一起，沈三、老者和小巨人相安无事，安静地坐着，唯独小疯子闹腾不止，最终被李道一个眼神镇住。看到这一幕，魏云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如我所说，我会请你们5个帮忙处理威武营的3件事，没有必死的任务，完成后我会给你们户籍和自由，这条件没问题吧？沈三欲言又止，急忙捂住嘴巴，小心地看向李道，试探着：这家伙说的没问题吧？李道淡淡的回答：没问题。魏云看了看李道，感慨道：要是你没那么聪明就好了。他感到奇怪，自己提出的条件居然如此轻易的被答应了。他好奇地问：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底线是3件事的？李道耸了耸肩：这不就是正常的讨价还价吗？我说3件事，你就答应了。魏云有些哑口无言，李道的回答让他无法反驳。沈三见状大笑起来，回过神来，魏云看着李道：你骗我？李道微微一笑：开个玩笑而已。魏云没有生气，反而满意的笑了笑：刘副长没有看错你，你很聪明，适合当他们4个的领头人。他递给李道一本册子，这是登记册，记录了他们4个的个人信息，不包括你的。李道翻开册子，看到了里面的内容：姓名沈三，性别男，年龄36，罪行偷窃、勒索、绑架，修为后天6品，详情善清宫、暗器、开锁、机关。沈三凑过去看了看，啧舌道：你们有没有搞错？我是神偷，什么时候干过绑架的事？魏云淡淡的解释道：你最后一次偷盗时绑架了一个小孩。沈三惊讶地说：那只是为了让他别乱叫，怎么算绑架？魏云笑着说：你知道你一个小偷为什么会进这死囚营吗？沈三怔了怔：难不成就因为那小孩？是的，那小孩是皇帝的侄子，否则你一个普通飞贼不值得锦衣卫出手。沈三顿时无言以对。李道没有插话，他觉得魏云之所以把册子交给他，是因为他需要担任这5人的领队。看着其他4人，他觉得领队这个角色并不好当。他目光扫过小疯子、老鬼和徐虎的信息，心中不禁震撼。这样一个组合，真的能够靠谱吗？他一一阅读着他们的背景资料。小疯子17岁，罪行是打伤锦衣卫，拒捕。修为虽然无，但速度快、灵活，身体钢筋铁骨，长有锋利指甲。这一切都源于他被异人抓住炼成蛊童的经历，导致精神出现问题，然后被利用对付大前锦衣卫，最终被关押在这里。老鬼101岁，罪行是贩卖假药、私藏剧毒，无证行医。修为后天1品，精通医术和毒术。虽然他修行的功法并不强大，主要是强身健体，但他的毒术却是致命的。被抓是因为有人担心他的独立行动会酿成大祸。徐虎12岁，罪行是拒捕和杀人。修为后天9品，体内有少量真气。他出生时体型过大，害死母亲，被父亲抛弃后被母虎养大，性格暴躁，力大无穷。被抓是因为为母虎报仇。李道看完登记册，心中暗自感叹这3个人的不凡。尽管他们各有缺陷，但也都是极具天赋的人才。小疯子虽然精神有些不正常，但速度快，身体强健，是个潜力巨大的蛊童。老鬼虽然年迈，但医术和毒术高超，是囚落中的智囊。而徐虎则是个天赋异禀的怪物，力大无穷，拥有着后天9品的修为。李道心中开始期待这个团队的表现。他们或许各有缺陷，但凑在一起却能产生无限可能。行了，胖子，别纠结为什么被抓了，与其纠结那些，倒不如想着怎么离开死囚营。
老鬼看不下去了，提醒道。沈三回过神来，苦笑了一下，他们确实应该关注眼前的任务。现在有任务吗？李道问道。魏雨云一愣，你们5个人才刚刚凑齐一起，确定不磨合一下？李道看了一眼众人，犹豫了片刻，最终摇了摇头，没必要，与其在这里临时磨刀，倒不如直接去。魏云点头，正好我手里有一件急事需要你们动手，刺杀落云部落3王子。李道等人闻言面面相觑，稍后他们根据魏云的解释，逐渐明白了这次的任务。北蛮虽自标王朝，其内乱象丛生，宛如错综复杂的蛛网，而非一体之国。大大小小的部落相互交织，组成了这个名为王朝的庞大体系。而在这个王朝中，有一个名为塔木的大型部落，正对大前王朝虎视眈眈。冬日将至，塔木部落意欲借助季节之机掠夺大前的资源，而与此同时，由于两者边境相接，日常摩擦不断，积怨已深。这次塔木部落更是瞄准了大前王朝的要害。而之所以要刺杀落云部落3王子，则是因为大前王朝有消息得知塔木部落有意拉拢落云部落，一同针对大前。消息传到大前，他们迅速意识到塔木部落与落云部落勾结的可能性，而3王子则成为了这次密谋的关键人物。由于来势突然，大前内部难以及时调派人手，只得从边塞军营中挑选，而为避免曝光，不得已选用了死囚营中的特殊死囚。魏云、沈三、李道、徐虎和小疯子这5人因此得到了任务。沈三不屑地笑道：“魏云，你这任务可不太妙啊！这些北蛮人似乎就是为了欺负你们大前人。”魏云面不改色：“没关系，只要任务完成。”李道则冷静地问道：“不接又如何？没什么，反正任务来得突然，我们不做也不会有什么责任，但做了，说不定还能有些功劳。”魏云淡淡地回答。李道又问：“你探查到落云3王子身边有何护卫？”“很少，因为他们也是临时赶来，应该没有什么高手。不过士兵数量不少，我打听到至少有300人。”李道听了微微一笑，对他来说，这任务太适合了。魏云则警告道：“300人可不是小数目，而且也许有隐藏的高手。”李道却轻松地回答：“这不是我该担心的。”魏云无奈地摇摇头：“好吧，只要你们决定了。”李道决定接下任务后，魏云感叹道：“5个人对付300人，实在太难了。”李道笑而不语。魏云看向其他4人，他们似乎都默认了。徐虎说：“我跟你，你决定。”小疯子和老鬼则没反对。沈三嘟囔着：“你们4个都没意见，我有什么话好说？”李道转头对魏云说：“我们都同意了。”魏云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只是觉得5个人合作很奇怪。”李道笑笑：“总要回本不是吗？”魏云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任务确定后，5人开始准备。沈三得意地检查着自己的装备，老鬼则神神叨叨地忙碌着。小疯子和徐虎则在一旁狂吃狂喝，看样子是饿坏了。魏云问李道：“你还需要什么？”李道思索片刻，说：“我想要一把能杀300人不卷刃的刀。”魏云一愣，但随即拿出腰间的刀放在李道面前：“这是100年玄铁打造，借给你用用。”李道笑了笑：“你这么舍得？”魏云淡然道：“我赌你能回来。”李道轻轻拍了拍魏云的肩膀：“谢谢。”夜幕渐深，长谷镇外的寂静被5人的马蹄声打破，他们沉默地前行着。李道握紧手中的玄铁刀，感受着刀身的沉重，心中充满了战意。这刀虽然与普通制式刀无异，但重量却是普通刀的数倍，让他觉得仿佛握住了一柄杀戮的利刃。终于，他们来到了长谷镇外，准备展开行动。魏云的话刚落，5人便迅速布置起阵势。在他们准备就绪的同时，北蛮边塞的一支队伍也在前行。落云3王子骑着一匹血红色的马，身后跟随着护卫长金胜。落云3王子目中带着一丝轻佻，毫不在意护卫长的担忧，只顾享受着旅途的惬意。落云3王子要求休息，而金胜却劝说他继续前行。落云3王子不以为意，他困了就想休息，不愿意听从任何劝谏。半个时辰过去了，落云3王子的队伍停下来扎营，营地迅速建立，生火煮食，一切井然有序。而不远处的一处坡地上，李道5人正在观察着营地，心怀不轨。胖子，你这个陷阱机关可靠吗？李道冷漠地询问沈三。沈三一脸无辜，解释道：“我也没料到他们会停下来扎营。”老鬼冷笑一声：“你这小胖子，白白浪费了我那些毒药。”李道不耐烦地打断2人的争吵：“闭嘴！”李道决定不等到明天，等他们休息了，我们直接夜袭。夜袭？沈三担心地劝说：“老大，这是300人的队伍，谁知道里面有没有高手？夜袭可靠吗？要是被发现怎么办？”李道直截了当地回答：“被发现了就全部杀光，那就没人能发现了。”沈三不知所措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”最终，他们决定夜袭。老鬼下毒，小疯子和徐虎制造混乱，李道指挥，沈三则承担了刺杀落云3王子的重任。尽管他自己也紧张万分。“老大，如果我被抓住了，你一定要救我！”沈三祈求道。李道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”夜色渐深，营地逐渐安静下来，
只有燃烧的篝火在黑夜中摇曳。李道带领着4人悄悄地接近营地，老鬼下毒，李道命令沈三刺杀，然后他们等待。沈三利用轻功迅速进入营地，时间悄然流逝。突然，营地内传来了声响：“你是谁？守卫在哪？”“刺客，是刺客！胆敢刺杀三王子，去死吧！”沈三暴露了。老鬼解释道：“我的毒药没问题，只对普通人有效。”但突然，一股粗犷的声音响起，军营内骚动起来，士兵们醒来了，风向改变了，毒药没发挥作用。李道心知靠人不如靠自己，于是拔出玄铁刀。“换我之前说的第2种刺杀方式吧。”沈三疑惑地问。“什么方式？”李道冷静地回答：“就是将发现者全部杀光。这正是他最初的计划，如果不是为了4人的安全考虑，他早就选择了这种蛮干的方式。”李道转身向几人确认，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，毫不犹豫地拔出腰间的玄铁刀，率先冲向了军营。徐虎子咆哮一声，紧随其后，身上野性的气息爆发而出。小疯子扯掉口中的布条，对着军营发出嘶吼。老鬼摇头一笑，拿出一葫芦里的毒物，诡异地笑着向军营走去。沈三咬牙跟上了其他人。在军营内，李道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李道手持玄铁刀，狂风刀法轻松地斩杀着敌人，血雨飞溅，残肢四处飘扬。他敏锐的洞察力让他能够轻松躲避对方的攻击，并迅速反击。同时，他获得的属性不断上涨，让他满心欢喜。徐虎则以一双拳头肆意妄为，如同一头野兽般在人群中穿梭。他的身体高大强壮，每一击都带着震天的力量，让敌人望而生畏。小疯子灵活机敏，时而在人群中穿梭，时而站在徐虎肩头，对着周围嘶吼。他的出现让敌人更加恐慌，不知所措。老鬼则以毒物为武器，将葫芦里的毒气释放到空气中。这些毒气使得敌人陷入疯狂，相互攻击，造成更大混乱。虽然他的行为看似不靠谱，但实际上他以毒制敌，让敌人自相残杀。沈三则没有展现出什么出色的表现，他只是四处躲藏，试图避开敌人的攻击，显露出他的懦弱和胆怯。在主帐帘内，洛云三王子得知有人刺杀他，立刻紧张起来。他要求金圣带他去看看外面的情况。金圣欣然同意，带着三王子走出帐篷。然而，他们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惊吓。徐虎的身影突然出现，向他们冲来。金圣急忙阻止，却不慎踢到了一个自己人。与此同时，徐虎如同一头发狂的野兽，冲向了他们。洛云三王子目睹了这一幕，心中无比恐惧。这种凶狂的场面让他完全无法应对，只感到腿部一阵发热。金圣冷眼注视着徐虎和小疯子，心中充斥着不屑和愤怒。洛云三王子的命令让他不得不直面这2个让他感到羞辱的存在。他没有多言，只是命令护卫们先保护三王子，然后自己毅然冲向徐虎和小疯子。面对金圣的怒火，徐虎却没有丝毫畏惧。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，因为金圣的力量超出了他的预料，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，笑容如同野兽一般狰狞。杀！他大吼一声，向金圣扑来。金圣见状，心中警觉，立刻拔出腰间的长刀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并非普通人，而是如同野兽一般的敌人，但他并不畏惧，反而充满了斗志。2人交手，拳拳到肉，刀光闪烁，气势汹汹。金圣全力出击，长刀化作一道银光，挥舞间带起阵阵风声。而徐虎则凭借蛮力，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对抗。周围的护卫们惊恐地看着这场生死搏斗，心中充满了恐惧。他们已经见证了徐虎和小疯子的可怕之处，知道这并非一般的对手，但他们也看到了金圣的勇气和决心，仿佛一只孤狼孤身对抗着野兽的猛攻。在另一处，李道手持狂风刀法，身手矫健，如同狂风般肆意横扫。护卫们在他面前如同纸鸢般脆弱，一个个倒下，鲜血染红了大地。护卫们已经死伤无数，但李道却丝毫不见疲惫，反而神情兴奋，眼中闪烁着光芒。他的身手已经达到了一种境界，让人难以想象。突然，一声洪亮的喊声响起，随即一阵巨大的动静传来。李道心中一动，立刻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。或许那里有一位与他匹敌的高手，也或许是他们中的一位队友在与强敌搏斗。金圣的刀光如鬼魅般在空中舞动，每一刀都带着凛冽的刀气刺向徐虎。他嘲讽着，以真气为依仗，对付着身负异能的徐虎，仿佛在向全世界证明自己的无敌。小疯子的突然出手，如同一股狂风，但被金圣一刀击飞。金圣得意地看着四周，听到护卫们的欢呼，他越发得意。周围的护卫们也被激发了战斗的热情，高声呼喊着支持金圣。就在这时，洛云三王子也对金圣的表现表示满意，准备一览这场斗争的精彩。然而，徐虎心中却是一片冰冷。他的记忆在此刻突然闪现，惨象重现眼前。养母的尸体，被人取笑的场景，以及那个肆意嘲笑的笑容，都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在记忆的撞击下，徐虎身上的野性气息愈发浓烈，体内的真气疯狂运转。突然间，他爆发出强大的气势，掀起了一阵尘土。金圣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突破了的徐虎，不明白他为何不早早运用真气。然而，这还不是结束。
徐虎的气势连续爆发3次，身形也开始变得高大起来。金圣心中的得意渐渐被震惊所取代，他从未见过有人连续突破3次，更不理解为何徐虎一直不动用真气。终于，徐虎达到了极限，一声咆哮后冲向金圣，杀！他毫不畏惧，身上的伤势并不能阻止他的决心。金圣更是嫉妒，若能拥有徐虎的天赋，他也不会落得如此境地。金圣的刀光犹如幽暗的寒星，迎面劈向徐虎。徐虎举起双拳，毫不退缩，他的右拳上浮现出虎爪虚影，迎接金圣的长刀。轰隆一声巨响，两者的力量交汇，激起了剧烈的波动。烟尘散去，徐虎屹立不倒，挡住了金圣的第一刀。金圣冷笑着再度挥刀，刀气凛冽，封锁了徐虎的退路。霸道3绝，2绝！徐虎毫不畏惧，依然选择硬顶。在刀气的碰撞中，他再度抵挡住了金圣的攻势，但伤口处鲜血不断涌出，如同喷泉般。金圣戏谑一笑，指出徐虎身上伤口的严重：“感谢我吧，你迟早会因为失血而死。”他决定用第3刀结束这一切。然而，就在金圣的第3刀即将斩下的时候，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，一个个的都不让人省心。徐虎猛地消失在金圣的眼前，他的刀势也空落在地，只留下一道刀痕。金圣惊怒交加，抬头望去，发现一个年轻男子站在他旁边，肩上扛着小疯子，右手搀扶着徐虎。3人一齐面对金圣，气势不减。金圣怒火中烧，下令护卫们杀死3人，承诺100金赏赐。护卫们贪婪地动身，但却没留意到有些人悄然后退。李道决定解决这场混战，他打开系统，加强了自己的体魄。系统显示可蜕变，但他暂时没有时间去理会。随着体魄提升，他感受到热流的涌动比以往更为猛烈，更为充沛。李道身上一层红光闪耀，恐怖的力量充斥着他的身体，让他感觉清凉无比，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。护卫们挥舞的刀似乎在他眼中变得缓慢，他感到有些不耐烦。唰！一巴掌击碎了刀身，碎片如暗器般飞向围攻的护卫们，混乱中有人倒下，有人惨叫着吐血。李道的力量强化完毕，他的身体比普通人强了18倍。接下来，他将这股力量完美的发挥出来。他将徐虎2人保护在身侧，灵活地应对着周围的护卫。一脚踢出，带头的护卫身体被撕裂，倒飞出去，紧随其后的护卫也被他击倒。李道的身体更加灵活，力量更加强大，与徐虎、小疯子相结合，简直无人能近。10几个回合后，地上躺满了倒下的护卫，有的重伤，有的奄奄一息，更多的已经死亡。洛云3王子眼见局势失控，命令金圣护卫长解决3人。金圣毫不犹豫地出手，长刀带着刀芒直奔李道而去。李道也不示弱，拔出腰间玄铁刀，双方交锋，刀芒与蛮力碰撞，瞬间爆发出恐怖的力量。金圣被对方的力量震得手颤，心中充满了震惊。他低估了对方的力量，这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驾驭的力量了。金圣面对着李道那突如其来的怪异力量，不禁惊诧地喃喃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”李道却淡淡一笑，毫不掩饰他心中的自豪：“怪物？怪物又如何？总比一开始的废物好多了。”他心中明白，如果能成为怪物，那绝对胜过当废物的日子。随着一声巨响，李道抄起手中的玄铁刀，如炮弹般向金圣冲去。狂风刀法，刀光虽然不明显，但那恐怖的力量和速度让一道劲风在空气中掀起涟漪。金圣勉力挡住，但整个人却被击飞。李道并未停手，继续向金圣挥舞刀法。狂风刀法愈发凌厉，让金圣难以抵挡。场面紧张，洛云3王子心急如焚，决定寻求援助。在他匆忙离开的同时，帐篷内却飘来一股幽香，不明物质让护卫们纷纷倒地。洛云3王子心知不妙，却已被一把匕首威胁，被沈3带着帮手护送离开。在外面，护卫们发现有刺客潜入，但却不敢轻举妄动。当他们试图接近徐虎和小疯子时，被2人的气势所震慑，不敢轻易接近。最终，沈3和老鬼亲自前来，才让局势稍稍平复。徐虎虽然受伤严重，但依旧保持着凶猛的攻击姿态。老鬼信心十足地说道：“大个子的伤，交给老夫来治疗。”沈3眼前的场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，老鬼竟然能如此轻易地让2位原本凶猛的家伙乖乖服从他的配药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。然而，他的注意力很快又被老鬼手上的药物所吸引。老鬼的手法熟练而不失神秘，他那些看似普通的药物竟然具有如此神奇的功效。血灵物、血灵膏，听名字就让人觉得不寻常。沈3看着老鬼施展医术，心中不禁生出敬佩之情。徐虎和小疯子被老鬼上了药后，伤势竟然瞬间见效，让人目瞪口呆。徐虎身上的伤口不仅止血，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，一层血痂甚至形成在伤口表面。而小疯子也不例外，他的伤口也在老鬼的治疗下逐渐愈合。整个过程让在场的众人都为之震惊，这种神奇的医术简直就像是仙人下凡一般。沈3不由得暗自庆幸，自己能结识如此高明的医者，无疑是一种福气。而在另一边，李道和金圣的激战仍在继续。李道凭借着惊人的体魄和精湛的刀法，一直压制着金圣，让他几乎无法还手。然而，
金胜作为后天2品的武者，仍然展现出了惊人的顽强。他不断挥舞着手中的长刀，试图抵挡李道的攻击。然而，李道的刀法如风如电，变化无常，让金胜逐渐感到心生压力。尤其是李道突然停下来，打乱了他的节奏，让他陷入了被动。金胜心中一片慌乱，他连忙喊停，表达出了放弃的意愿。然而，李道却毫不留情地继续出手。金胜顿时感到绝望，他原本以为可以逃过一劫，却没想到对方会如此冷酷。最后，李道师展出了一记名为“无名一刀”的绝技。这一刀快如闪电，准如鹰击，让金胜毫无还手之力。金胜被致命的一击打中，他的长刀来不及挡住，鲜血如泉涌般喷涌出。他惊愕地看着插在自己喉咙里的长刀，不敢相信自己竟会败在一个只懂得暴力的人手下。李道毫不留情地拔出长刀，鲜血在刀刃上闪烁。系统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提示他获得了属性，显示出他的高手之处。李道眼神冷漠地环顾四周，周围的护卫们像无头苍蝇般困惑着，不知所措。但李道没有放过他们，他提起长刀，开始对剩余的护卫们展开残酷的屠杀。即使他们求饶，哀求着保全自己的生命，但李道的心已经冷漠如铁，对这些北蛮人没有丝毫怜悯之情。斗争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周围只留下了一地的尸体，再没有一个活人。李道的属性得到了补充，他思索着是否加点属性，但注意到了体魄后面突然出现的可蜕变，他决定暂时不做决定，等待回去再考虑。王子惊恐地跪在地上求饶，声称自己是北蛮部落的王子，但沈三对此不以为意。李道的出现让王子彻底绝望，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求生的机会。最终，李道决定了王子的命运，玄铁刀毫不留情地刺入王子的胸口，结束了他的生命。几个呼吸间，李道以一人之力击败了洛云三王子，得到了属性奖励。然而，李道并不满足于这点微薄的收获，对于这个废物般的对手，他的疑惑之情溢于言表。决心将这些无用的属性收入囊中，李道冷静地开始了他的行动。无声无息间，沈三也回过神来，他开始在洛云三王子的尸体上搜寻着，一副猥琐的模样，令人心生厌恶。李道警惕地询问沈三的动机，却得到了不言而喻的回答：摸尸是不可避免的。眼见沈三从尸体上取下一串珠子，李道了然一笑，任由他自己取舍，毫不客气地将珠子收入怀中。沈三继续扒拉着尸体，一派随性。李道决定休息片刻，毕竟连续的战斗对于他来说也并非轻松。他静坐一旁，思绪回荡，他需要调整自己的情绪，以免陷入杀人狂魔的漩涡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带领着众人返回长谷镇。在主军帐内，魏云震惊地得知他们竟将洛云三王子及其队伍全数消灭。他虽令5人刺杀，却没料到会演变成如此戏剧性的结局。5人被安排进军帐休息，李道选择了其中一间。在冥想之中，他意识到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，体魄的突破不仅令他感到痛苦，也给他带来了惊喜。他的皮肤发生了蜕变，变得更加有韧性，更为健康。他静观自身的变化，瞬间感受到了身体和大脑的改造。这一次，他的皮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，仿佛是被重新打造一般。李道震惊地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暗黑色，一层死皮下面是全新的皮肤。他毅然撕下了死皮，露出健康而有韧性的新肤色。这次体魄强化带来的变化，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。李道感觉到一股特殊的力量在他身体里蔓延，仿佛是一场化妆般的变身，却更深层次地渗透到了他的皮肤之中。他突然有了一个念头，立即拿起床头的玄铁刀，毫不犹豫的，他用力在左臂上划了一下。往日里，即使他拥有着比普通人强20倍的体魄，玄铁刀的锋利也足以劈开他的皮肤。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，刀锋与皮肤相接时，并没有传来正常切割皮肤的感觉，反而像是在切割一块坚韧的皮革。李道皱了皱眉，试图将刀刃刺入皮肤，然而刀锋却毫无入刀的迹象。他仔细地观察着自己的皮肤，发现划出的痕迹竟然只是一道红色的印痕，而且在他的恢复能力下，这道痕迹在转眼间就消失了。显然，这次的体魄变化不仅仅改变了他的皮肤强度和韧性，更让他的皮肤变得坚不可摧。接下来，李道开始实验他的皮肤能够承受的最大力量。以玄铁刀为标准，他发现双倍于普通人的力量并不足以在皮肤上留下痕迹，而5倍于普通人的力量则只留下了短暂的白痕，转瞬即逝。10倍于普通人的力量勉强能够划破他的皮肤，但这种程度的伤口在他强大的恢复能力下很快就会愈合。最终，李道竭尽全力才勉强将玄铁刀划入了他的肌肉之中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刀锋也被他坚实的肌肉夹住了，根本无法深入。这一切还仅仅是在使用利器的情况下，如果是普通的刀，恐怕就算是断刀也难以伤到他。李道意识到他的皮肤已经变得坚不可摧，仿佛刀枪难以侵入。这只是他这次蜕变的一部分，而更神奇的地方还有待发现。他心中涌起一个问题：如果他将来得了阑尾炎，又该如何？这个问题只是他随口一提，因为他知道以他现在的体魄，抵抗病毒和细菌的能力已经是普通人的20倍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生病。就算真得了炎症，他的免疫力也能迅速治愈，
根本不需要进行手术。李道感叹着自身的变化，感觉到身体的力量稍稍增强了一些，这让他有了些许自保的信心。他清理了褪去的皮肤，穿好衣服，然后坐下来享用着丰盛的晚餐。饱食之后，他舒展了一下筋骨，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。时间飞逝，转眼间3天过去了。这3天里，李道等5人成功地刺杀了洛云3王子，之后魏云也没有再来找过他们。虽然他们曾试图去找魏云，但始终未能见到他，只能耐心等待。幸运的是，这些日子过得比在死囚营里舒服多了，每天都能吃饱喝足。终于在第3天的下午，魏云主动约他们见面。在主军帐内，魏云坐在主桌上，举起酒杯向李道等5人致谢。言辞之间，他透露了一些对他们行动的感激，因为他们的行动使得边境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沈三却不以为然，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希望得到实际好处的想法，比如户籍和自由身。魏云略显尴尬地应对着沈三的要求，但却没有给予正面答复。他转而向李道等人透露了第2项任务的内容。据魏云所说，尽管他们暂时切断了与北蛮塔木部落的联系，但塔木部落却并未停止行动。消息显示，他们从北蛮烈火部落那里购买了10万支箭矢，很可能是用来对付大前军队的。这引起了沈三的警觉，他认为他们可能被安排去截获这些箭矢。然而，魏云却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，销毁这10万支箭矢。沈三立即表示反对，认为这样的任务几乎是自寻死路。但魏云并未因此而动怒，而是决定亲自带领一部分威武营的人前往执行任务。面对这一任务的艰巨性，李道等人心中也是忐忑不安。魏云透露，押运这些箭矢的队伍中甚至有一位先天武者，这让他们更加担心。对于武者的分级，李道有所了解，先天武者乃是江湖中的强大存在，远非他们所能匹敌的。沈三也表示了对任务的担忧，但魏云却坚定地表示自己有信心对付那位先天武者，这让沈三有些吃惊，而李道则默默地思考着任务的难度。魏云回头询问李道等人是否接受这项任务，李道直接回答道，他们虽然想不接受，但只要魏云同意，他们就会执行。这句话让魏云有些尴尬，毕竟他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如此坚决。2天后，在长谷镇外，李道和他的4个伙伴骑马聚在一起，身边还聚集了一些其他人。他们受到了刘副长的招呼，之后李道和刘副长简单交谈了几句，确认了任务情况，然后便各自就位开始埋伏。李道找好藏身之处后，发现刘副长和他的手下也在附近埋伏。刘副长解释说，他们只是为了增加安全性才来的。时间慢慢过去，夜晚来临，但仍然没有看到塔木部落的押运队出现。沈三开始怀疑魏云是否记错了路线，但立即被刘副长的人责备了一番。不久，他们发现了远处一支车队的踪迹，来自塔木部落，但规模似乎比预期的大。在车队接近埋伏地点时，刘副长下令弓箭手们发起了第1波攻击。200名弓箭手在山坡上射出1轮箭雨，直接袭击了车队。同时，魏云也下令发动第2波攻击。突然，从车队中心传来一声怒吼，一个身影跃出，挥舞双手，扭转了一部分箭雨的方向。这是一名先天武者。魏云下令冲锋，他自己则直奔先天武者。李道和他的伙伴们也不再犹豫，跟随着魏云的部队冲锋下山。刘副长也率领他的人一同冲锋。转眼间，曾经宁静的平原变成了杀戮的战场，2支队伍展开了激烈的厮杀。混乱的车队中，李道毫不留情地收割着敌人的性命，心中却始终铭记着任务的重要性。他径直走向一辆护卫马车，在几个护卫的挡箭牌下一刀斩杀。忽略系统的提示音，他打开马车后的箱子，发现里面摆放着大量的箭矢，新制作的箭矢散发着淡淡的木香味。李道立即招呼刘副长前来销毁这些箭矢，自己则准备掩护。刘副长的人开始准备销毁箭矢，而塔木部落的人却不甘示弱，一群人涌来阻止。李道毫不犹豫地挺身迎击，刀光闪烁间，敌人纷纷倒地，成为他收割属性的对象。突然，一名身材壮硕的壮汉冲了出来，手持双板斧，凶猛异常，挑战着李道的权威。贼子，休得猖狂！壮汉怒喝，双板斧呼啸而下，带着震天的气势朝着李道砍去。刘副长见状，连忙提醒，李道却毫不退缩，单手挡住了壮汉的双板斧，令周围的人都为之侧目。壮汉露出不屑的神色，但随即感受到了李道手中的玄铁刀所承受的力量，他心头一惊。给我去死！壮汉怒吼，加大力度。然而李道轻松抵挡，冷笑道：准度不错，但力道还欠缺。说罢，他一刀直取壮汉的要害。壮汉大惊失色，但为时已晚，李道的一刀已经无情地贯穿了他的脖颈，他倒地不起，成为李道收割的下一个目标。刘副长看到这一幕，不禁竖起了大拇指，对李道的表现赞叹不已。李道点了点头，目光转向其他敌人，毫不停歇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魏云也与塔木部落的先天武者交手，场面激烈异常。你们竟然敢偷袭我们，不怕我们大前开战吗？先天武者怒吼，但魏云冷笑道：你们自己清楚，这次任务只是摧毁箭矢，没有必要引发正面冲突。双方交战，魏云以巧妙的技巧和灵活的身法，将先天武者牢牢拖住，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。
对方虽然凶猛，但面对魏云的巧妙应对，渐渐显得力不从心，只能愤怒地发泄情绪。塔木部落的那名先天暴躁异常，突然停下手，转头朝着烈火部落的队伍喊道。魏云感觉情况有些不对劲，但很快烈火部落中走出一人，一个半步先天武者。这名半步先天武者名叫烈信，淡笑着看向塔木部落的塔山。他们之间展开了一番交涉，最终烈信同意出手，但要求塔木部落答应烈火部落的条件翻倍。塔山不得不同意。烈信毫不客气，立即出手，几名大前士兵被他轻松击倒，场面一度混乱。魏云面色难看，心知这位半步先天的加入让局势更加不利。塔山与烈信展开了激烈的对决，而魏云则开始考虑是否撤退。然而他眼中突然闪过一个人影，让他决定再等等，或许会有奇迹发生。就在此时，徐虎出现在战场上，与烈信交手，两人展开激烈的厮杀，长棍与虎爪相交，发出巨大的动静。虽然徐虎受伤，但依然顽强抵抗。突然，一个身影挡在徐虎面前，向烈信投出一样东西，一枚暗器。烈信冷笑一声，准备击碎暗器。然而，暗器炸裂，释放出毒烟，让周围的烈火部落士兵陷入混乱之中。烈信没有时间去追击，而塔山则对魏云展开进攻。魏云心中犹豫，但最终决定坚持等待，或许会有不可思议的帮助出现。李道专注地厮杀着，远处突然传来熟悉的呼救声：“老大，救命啊！”他回头一瞥，见沈三急速驾驭着徐虎朝他们所在的位置奔来，紧追其后的是一名敌人，迫近的越来越近。沈三的轻功虽然了得，但对上半部先天的高手仍有些不及，很快被追上。敌人一棍朝他们砸来，眼看着就要命中，危急时刻，一把长刀挡住了那致命的一击。沈三喜出望外，老大！但随即被一脚踹飞，与徐虎一同倒飞出去。敌人眼中闪过狡诈的光芒，再度挥起长棍，烈焰棍法。长棍上冒出一层火焰，直奔李道而来。李道冷静应对，挡住了火焰，但危机仍未解除。敌人再度发动攻击，火焰与刀光交织，场面异常激烈。双方你来我往，一招一式间，火光四溅，刀光闪烁。烈性的火焰攻势变幻莫测，李道的刀法如行云流水，战局陷入僵持。李道心知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毕竟时间对他并不利。他暗自决定加点提升自己的体魄属性，以提升自身力量。在属性加点的加持下，李道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出，他出刀更加迅猛，每一击都更加有力。烈性的表情从凝重到惊讶，再到不可思议，他难以置信地发现对方的力量居然越战越强。经过一段激烈的交战，李道渐渐摸清了烈性的棍法规律，找到了对方的破绽。当烈性再度发动攻击时，李道不再躲避，而是直接抓住了他的铁棍。烈性惊愕地发现自己的武器被对方轻易夺取，然后一刀穿透了他的脖颈，他无法置信地倒地而亡。面对李道的强大，终究束手无策。李道心中杀意盎然，他知道只有强大才能生存，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，保命才是最重要的。长刀闪耀，鲜血如泉涌自烈性脖颈间汩汩而出。他身负半步先天的威名，却在李道手下黯然收场，心中充满无尽的羞愧和绝望。李道冷眼旁观，对烈性的挣扎视若无睹。你还不倒下？难道还觉得没尽兴吗？他的声音冰冷刺骨，如同寒风呼啸。烈性最终无法支撑，倒地于血泊之中，眼神中留下最后的痛苦与不甘。他的死亡也随即触发了系统的提示音，宣告了李道的胜利。他扫了一眼自己左手，轻微的灼伤并不足以影响他的战斗状态，周围的战场局势也在他的控制之下。大前士兵们得知烈性战败的消息后，士气大振，如同潮水般涌向敌阵。李道的战斗技巧更是让人震惊，他所向披靡，敌人纷纷溃逃，不愿再被他蹂躏。魏云和塔山在远处交战，听闻烈性的死讯，塔山心中不可置信，魏云则暗自庆幸，同时也意识到了李道的力量，不禁对他更加敬佩。塔山怒不可遏，但他的怒火却无法扭转局势。大前士兵越战越勇，箭矢如雨倾泻，而塔木部落和烈火部落的士兵则节节败退，连最后一辆马车上的箭矢也被摧毁。刘府长吹响了撤退的哨声，大前士兵们如获至宝，迅速撤离战场。李道心中有些不舍，但他知道军令如山，只能黯然随队撤退。魏云见大前部队已经撤离，也知道自己不必再留下，他和塔山的交手已经尘埃落定，毅然离开，只留下一片狼藉的战场。在塔山愤怒的咆哮声中，大前士兵们已经安全撤离，他的怒火却只能化作无尽的遗憾和无奈。